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怎么改接那个 LED 灯啊，就是传统那个日光灯的电路图。我们先了解电路图哦，才知道要怎么彻底的改接哦。那传统的日光灯管，这个是绿色的地方是日光灯管，那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日光灯里面的安定器哦，那这个就是启动器。那我们先讲一下日光灯的原理，那这样你才知道说 LED 灯管装上来的时候哪些区是不要的。传统的日光灯啊墙上有开关 ，S 就是开关哈。然后开关用上来的时候啊，电会进到我们灯丝，对不对？那到启动器这个地方啊，有电进来的时候啊，它会两个会接在一起，接在一起的瞬间然后这边就会这样形成一个回路，然后经过安定器这样。那这个地方啊，灯管里面我们会重点水银然后这个灯丝通电的时候，它会射那个电子出来，然后跟水银产生那个紫外线那这个灯管除了充电水以外，另外也会充电那个就是荧光粉然后灯丝跟水银产生紫外线以后，紫外线又跟那个荧光粉然后就会产生光这样子射到这边来以后啊，这个灯管就形成一个电浆然后电本来是这样走过来，然后让这个灯丝通电，然后射电子。当这个电子射到这个对象来的时候啊，它的电就变成从灯管里面这样子导通，灯管里面形成一个电浆的导体，然后就有安定器这样回来，然后启动器啊就没有功能了那这个安定器的目的啊，从它的字眼就可以知道它本身有一个稳定的功能也就是说你看这边很多线牵，对不对？就是限制我们这个电流不要太大，然后如果这个安定器如果没有用的时候啊，这个灯丝啊瞬间不到1秒就会烧断所以这个安定器啊，实际上不是变压器，而是它会让这里面的电流限制在一定很小的电流这样然后稳定的让这个日光灯运转，所以叫安定器。这个是日光灯的图，还有它的原理。那现在假如我们要把这个日光灯的这个灯管换成那个 LED 灯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说启动器拔掉以后，这个安定器啊，如果没有拔，事实上是可以使用，只是说这个安定器在这边已经没有作用，而且它会耗电。那我先示范一下如果说真正改接的时候这个安定器实际上是这边直接把它接过来，也就是说我这一条线直接接到这边，这一条线直接接到这边就像我手上拿的这两个电源一样手上拿这边，左边这个就是比如是中阴线右边假如是无线，直接这样进来这样就亮了就是这两条线接在 LED 灯管的两个极这一边或是这边都可以或者是另外这两个只是一个固定座你要接在哪一个端点都没有关系，你要接在这个端点也没有关系，接在这个端点都没有关系，这样了解什么概念呢？现在我们就是把安定器还有启动器都完全排除掉，有没有？假如你是一个 LED 灯的灯管，就是火线中间直接接在这两个极，上面完全没有安定器，也没有那个启动器，这样了解吗？那如果你是用传统的日光灯管，上面还有安定器，对，那安定器如果你没有改接，就是它会耗电所以就是你在改接的时候就是这两条线，我们在这里剪断，然后两条把它接在一起，那就像我们刚刚拿的这两条线这样这个就是这条线接在这里，这条线接在这里，那这个启动器拔掉，那就那个就是可以完全的省电这样了解吗？就是如果你用传统的日光灯来改接，就是要做这个动作。如果你是买那个整组是 LED 灯管的话，那就不用做这个动作。好。这两个点呢它本身就是这两个内部是内部是连通的，两个点。你说我们先。那两个点是通的。通的它里面是连通，所以你要接线的时候，你要跟这个点或这个点都没有关系。这两个点是内部是连通的。它里面是用一条线接起来的。里面这个地方它就是很多 LED 灯串联并联这样从这边来。就是你要这边5线，这边中阴线，或这边5线，这边中间都没有关系。因为那个这个 LED 灯它没有正负极
那假如说你现在是这个传统的日光灯，对，假设你现在是传统的日光灯，传统的日光灯，假设你现在是传统的日光灯接触不了好，那我们现在假设说你要换装成那个 LED 灯那就是你要把电源关掉然后这个拔起来拔起来然后 LED 灯管把它装进 LED 灯管它装的是有方向性，因为它这边有一条那个有线有字的地方就是朝上因为它有方向性。那这个电再把它打开。你看现在会闪烁，是因为这里有启动器对。启动器把它拔起来。拔起来，那这样就可以使用。那刚刚讲过说这个安定器在这里。安定器的话，如果你没有改，这里还会发烫就会有损失。所以你要改的时候，你看这里有1、2、3三条线对。前部剪断，3条线接在一起，就是像那个黑板上的图一样，两条线接起来就这3条剪断接在一起。当然你要剪之前，就是要那个电先要关起来那就是可以省电对。就是如果你是传统的日光灯管要改接，就这样改接。那你如果懒得改接那至少已经开始省电一半。另外假如说现在我把它转回来。假如你是传统的日光灯假设你现在传统的日光灯传统的因为日光灯里面它本身就是要启动的好，金属层的日光灯因为那个启动的时候要启动器所以我现在把它启动。假如你启动器坏掉了好，那启动器因为刚刚启动了，如果你现在灯关起来的时候，你没有启动器或者启动器坏掉，就没有办法启动。那启动器实际上它是一个接触再放开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尖嘴钳在这边有没有这样就可以代替启动器。就是说，假如你刚好工作到晚上然后这个启动系统坏掉那你要再赶工作了你就可以用一个尖嘴钳或是2条线，你可以在这边比如说再做一次就是取代启动器。所以启动器就是像我们那个车子的启动马达一样那这个或者专门启动起来就没有用了就这样。有没有？所以启动器本身那就是接触一下又拉回来那我们就是可以用尖嘴钳。那如果你没有放开对它就会这样，它就会一直中间就变成两边都有电，所以它就没有办法亮。这标准。4P 的话就是那个4尺的灯管或那个35瓦的灯管在用的。那1P 的话就是1尺的，还有2尺的，1尺是30公分嘛，2尺是60公分就是跟灯管的那个尺寸有关系或是圆形灯管就是用1P那个30瓦或者是40瓦的就用4P 的启动器。好，再来我们要介绍这个，就是说现在都是那个智慧开关等一下先，假如光你能靠近它就会